你的病人要出院了，你这么开心，是不是很难缠的病人？曾晓峰关心地问着妹妹。他不难缠，是他的伤不重，其实住院观察2天便可以出院的了，但他愣是要住10天半个月，甚至1、2个月。为什么？他说是想好好休息，说出了院，一大堆的工作等着他处理，让他都不能好好休息。在医院住着，大家知道他是个伤者，就不会拿工作上的事来打扰他。对了，他是战家的8少爷。曾晓峰见妹妹提及战月，神情轻松，带着笑意。他眸子闪烁，心里有个念头一闪而过：战家的8少爷？你怎么知道他是战家的8少爷？主任告诉我的，他是爸的老同学，不会骗我的。经过与战月的接触，也得到了答案，他就是战家的8少爷。曾晓峰哦了一声：哥，传说都是真的，战家的少爷长得特别好看，颜值很高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。虽说性格不一样，却是真的好，羡慕能嫁入战家的女人。曾晓峰眸子又是闪了闪，他又是哦了一声。他没有见过战家的少爷，不好下定论，只知道战家的大少爷很厉害，战氏集团交到战大少爷手里，蒸蒸日上，战家已经在管城首富的位置上做了20几年。战家的底蕴雄厚，以前虽然不是首富，但也是管城有名的豪门。林健，你是真的不喜欢？不喜欢？哥，你帮我想个办法摆脱他吧。怎么说都是认识了几年的校友，他是我学长，以前也算帮过我一点忙。我不爱他是真，但也不想跟他反目成仇。躲避不是办法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有了男朋友，男朋友还要特别的优秀，让他知难而退。他现在没有喜欢的人，哪里找个男朋友来让林健知难而退啊？哎，被人喜欢也是一种烦恼呀。战月不知道这些事，他第2天就办理了出院，回悠悠山庄养伤。他七哥战维明天带蓝若若回来见家长，他便提前1天出院。总不能在未来七嫂刚上门见家长，他就从医院回去吧？本身就可以出院的了，干脆就提前1天出院了。战维带蓝若若回管城，选在了周6这一天，大家不用回公司，人齐一点，让蓝若若一次性见其他的家人们。就是齐寒都在周5晚上飞了回来。蓝若若见惯了大风大浪，可是初次见家长，她还是有点紧张。下了飞机，战家派了车过来接她和战维。回悠悠山庄的路上，她小声对战维说道：我有点紧张，怎么办？战维握住她的手，安抚着她，说道：我家里人早就知道你的存在，也了解过你，虽说今天是真正意义上的见面，不用紧张的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你，你家里人比我家里人更多啊。战维带蓝若若回管城之前，也见过了蓝家的所有亲朋戚友，其实很多都认识他，只是他如今是蓝若若的男朋友了，从死对头到男朋友的转变，就要让蓝家的亲朋好友重新认识一下他。多怕什么？他们又不会吃人。放心吧，保管我家里人会喜欢你的。想想贝贝，他可喜欢你了。我大嫂说贝贝知道你今天要过来，起床就念叨这漂亮阿姨了。事实上是战维担心蓝若若会紧张，特意打电话给大嫂，请求大嫂不要带贝贝出去玩，留贝贝在家里，让蓝若若有个可以放松神经的互动对象。就连宝宝都没有出去玩，在家里老老实实的等着七婶到来。战牧尘觉得大人的世界变得真快，从妈妈带着他兄妹去七叔那边旅游，到现在也就过去了1个月，没想到蓝阿姨就要成为他们的七婶了。宝宝问过妈妈这个问题，妈妈告诉他，七叔早就喜欢七婶的了，只是以前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心，现在看清楚了，不就发展神速？妈妈的解释战牧尘听不懂，妈妈就摸着他的头说他还小，等他长大了就懂得了。好吧，他是还小，才6岁，
那他就不去想了，等长大了，自然而然就懂了。这样想之后，战牧尘才不再纠结这个问题。不久后，战家派去机场接站维和蓝若若的车子，驶进了悠悠山庄。车子直接开到了中心主屋门口停下来。蓝若若留意到附近有个露天停车场，停车场上停满了豪车。她问战维：“你们的车屏都是停在外面的吗？不停进车库里？只要不打算出门了，车子就会停进车库里，还要出门就停在外面。不过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停车场，大部分都是亲戚朋友的。蓝若若请了很多亲朋好友过来。”战维笑：“也不多，只有我舅家和一家人会过来，还有就是跟我们家来往密切的那些人，例如我大哥的好友苏南大哥，还有就是苏家现任的家主和夫人，还有君家的五少和五少奶奶等人，他们都跟我家来往密切。他们的孩子又放在山庄里住着，周末了不用上班，他们都会过来陪一陪孩子。”蓝若若听出味道来了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的孩子平时住在你们家山庄里？”“对啊，因为我家现在孩子多，奶奶又喜欢热闹，所以他们就把孩子送过来，有伴，玩得开心，他们也乐得清闲。”蓝若若笑道：“你们家还不如开家幼儿园呢，那些家族还要继续来往的培养下一代的感情。”蓝若若理解的点点头。战家交好的那几大世家都值得维持关系的，这一代他们交情好，若是下一代不培养一下友情，等到下一代长大成人，接了班，老的退下来，关系就会疏远。疏远了是小事，就怕以后会成为敌人。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，豪门大族之间都是这样子，就像他家的世交也是这样维持关系的。你们家这样真热闹，也就是孩子们放假在家才热闹，平时很安静，所以我奶奶老想往外跑。她老人家不喜欢太安静，觉得孤独寂寞。你那些兄弟都好相处吧？”蓝若若问道。龙生九子，都会子子不同。战维的兄弟又不全是亲兄弟，多数是堂兄弟，更加不同了。蓝若若有点担心他的兄弟嫂子们不太好相处。哎，想不到他蓝若若也会有不自信的一天，可能是他是太在乎战维了吧，就希望他的家人都喜欢他。我的兄弟们都很好相处的，嫂子们也很好说话，我说再多，你还是会担心的，等会儿到家了，你见了他们就知道了。战维反复安抚过他，他还是担心。已经快到家了，他就不再多说，让他自己感受吧。蓝若若笑，没想到我蓝若若也有紧张的时候。战维，都怪你将我的心拢了过去。战维深情地看着他，我也被你拢了过去。你看我见你家的亲朋微友时，可自信了，一点也不担心。况且以后是我们俩过日子，我们俩相互欣赏、理解、信任对方就行。管别人怎么看、怎么说，他们又不跟我们过一辈子，亲戚朋友又不能左右他们的婚姻，在乎别人的看法做什么？他的兄嫂都不会阻拦，况且他家里人早就接纳了蓝若若。蓝若若这么优秀的女人被他追到手，他家里人只会替他感到开心，送上最真诚的祝福，哪里会挑刺儿啊？若若也没有刺儿给他们挑。在战维的眼里，若若是十全十美的，他眼光可不差。听他这样说，蓝若若想了想，笑道：“也是，我不紧张了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，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，只你爸妈接受我就行了。父母都说战维的爸妈很好，平易近人，没有架子，奶奶也很好，放心的很。父母在战家住了2天，恨不得他立即和战维办婚礼，怕死会横生截肢呢。”两个人说着话，很快便回到了悠悠山庄。车子行到山脚下时，战维特意让司机停一停车，他按下车窗，指着那成片成片的花海，对若若说道：“那些花田也是我们家的，好漂亮。”蓝若若由衷的赞叹：“那成片成片的花海真的好漂亮。”
他都想下车去拍照了。等会儿我带你过去赏花，你喜欢什么样的花都可以剪下来，扎成花束，插在花瓶里，很漂亮。好，周围的那几座山也是我们家的，那几座山种的都是果树，我们家吃的时令水果就是自己种的。没想到你们家里还会种花种果呀。占为笑，都是我奶奶爱折腾，爷爷又宠着奶奶，奶奶想做什么，我爷爷都会满足她的愿望。可能那个时代的人对田地总有执念吧，总觉得多买点田地就不怕饿着，所以我奶奶在这里买了好多荒地，开发出来种了花。这些花销往各大花店，果山上的水果到了成熟的季节也是销往各大水果店的，自己吃也吃不了那么多，刺果就给工人们吃了，都是新鲜的，只是刺果长得不好看而已。那些小块小块的菜地，则是工人们自己开辟出来种上的蔬菜瓜果。有时候我奶奶还会去工人家里蹭饭吃。老太太是最没有架子的人，她老人家可以是端庄高贵又慈祥的老夫人，也可以是接地气的普通老太太。山珍海味，她老人家吃得津津有味；粗茶淡饭，她老人家也不嫌弃。蓝若若说道：“我家里拿到的地，都开发成楼盘或者别墅区了，没有像你们家这样，居然用来种花种果。”占为示意司机可以开车了。他说道：“我们老宅远离了闹市，一路过来你也看到了，哪怕附近有人住，也不多，住在这附近的人家都是跟我们家差不多的。奶奶说，难得的一片净土不要破坏了，所以便没有开发成楼盘。再者，远离了闹市，普通人也不喜欢买这里的房子呀。他们通勤不方便，不像我们这般自由。平时就算迟到，也没有人会说什么。他们都是当老板、定规矩的人，普通大众可没有他们这样的自由。他们买房子，多数是考虑孩子上学以及他们自己上班，方便来回的，离上班的地方太远就不方便了。一路而上，蓝若若觉得路两旁的风景都不错。很快上到了山顶，悠悠山庄的大门很是大气，那4个字不知道是请哪个大家写的，字体苍劲有力。山庄门口有保安室，值班的保安提前就打开了山庄的大门，载着占为和蓝若若的车子长驱直入。从山庄大门到中心主屋，这一路的风景看得蓝若若惊叹不已。他对占为说道：“我蓝家别墅院子里布置的就很好看的了，但在你们家老宅面前，简直是大屋见小屋，没法比。悠悠山庄若是新建的人造景就没有这样的效果，但人家是建了几十年，很有韵味，很有意境。不看那几栋现代化的别墅，单单看山庄之景，活脱脱的一座江南园林呀。奶奶很喜欢园林吧？悠悠山庄是已故的老太爷为老太太打造的爱巢，自然是以老太太的喜好为主。用占为的话说，那个年纪的人审美跟他们年轻人不一样。是的，奶奶很喜欢园林。我们家姥姥宅是4合院的格局，这老宅才是完完全全以我奶奶的喜好打造而成，一花一草一木皆是她喜欢的。我爷爷对我奶奶特别好。蓝若若算是知道占家男儿为什么专情了，祖宗遗传的。老太太婚后几十年都被丈夫宠着，她幸福了，自然也盼着儿孙皆幸福，就会教育儿子要负责任。一旦结了婚，便要忠于家庭，忠于婚姻。都说贤妻旺3代，用在老太太身上最适合不过了。而老太太的儿子又都娶了贤妻，又可以旺3代，孙子辈再娶贤妻，再旺3代，代代相传，代代旺，这才是真正的名门大家呀。怪不得父母来了一趟，回去后就催他和占为赶紧领结婚证。婚礼慢慢挑好了日子再办都可以，但结婚证要先领。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的夫妻，别人抢不走占为了。